大家好，欢迎回到 M2 档案，王立军的夺命游戏第2集风雨西南。上一集中我们讲到，早在1996年拍摄《铁血警魂》的时候，编剧周丽君曾经到铁岭与王立军和他的家人相处了10来天。二人熟识后曾在抚顺的澡堂子里坦诚相见。在热气蒸腾的水池中，王立军有些无奈地说：“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嚼得没味儿的吐到地上，也说不定会粘在谁的鞋底子下。”彼时的王立军因919打黑名震东北，而故事讲到此时，他终于来到了直辖市重庆。在这个充满着浓重江湖气息的山城，王立军即将迎来职业生涯的里程碑与分水岭。这座让他爱恨交织的雾都中，一场关于权谋与欲望的博弈正在上演。2008年，王立军从人口只有300万的辽西锦州空降到人口3200万的西南重镇重庆。3年之内，职位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3连跳，从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升到局长，再到副市长。事业上的平步青云，自然是有手眼通天的贵人在后相助。2007年，王立军还在锦州当公安局局长的时候，就已经跟薄熙来牵上了线。牵线人正是咱们之前讲过的大连实德董事长、亿万富翁徐明。有的朋友可能没看过那期节目，咱们在这儿迅速过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早在1993年，薄熙来任大连市市长的时候，徐明就攀上了薄家这棵大树。久而久之徐明就成了薄家的钱袋子。薄熙来则给徐明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大开绿灯。而徐明与王立军的交情始于2006年，起因是徐明的朋友找王立军办事，王立军当场就搞定了。后来二人越来越熟络。2007年，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发现有人在他每天服用的虫草胶囊里掺了铅汞混合物，说通俗点就是有人给他下毒。徐明就跟谷开来推荐王立军。那个时候《铁血警魂》的电视剧已经播出，王立军在东北是赫赫有名，谷开来也就同意了。没过几天，王立军就破了所谓的谷开来中毒案，投毒的人正是谷开来的私人司机。谷开来觉得王立军这事儿办得不错。2007年11月，薄熙来到重庆任市委书记，急需组建自己的团队，于是谷开来就向他力荐了王立军。这个是关于王立军为什么会被调到重庆流传最广的说法。当然了，还有一种小道说法，说周永康才是王立军和薄熙来之间的牵线人。因为之前油耗子的事儿，周永康欠王立军一个人情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后，和王立军的关系就更加亲近。如果没有周永康的批准，王立军这么大幅度的提升，在行政上根本说不通。不管这两种说法哪个更准确吧，总之王立军也靠上了薄熙来这棵大树，两人一拍即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利益共同体。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发展中，重庆的战略性地位非常重要。薄熙来接手的时候，重庆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38个区县中有7个贫困地区，3200万人口中大约有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黑社会势力和政府藤缠树绕，控制了重庆的方方面面，从出租车到旅馆，从餐馆到夜总会，无不笼罩在阴影之下。都说新官上任3把火，薄熙来到了重庆后的3把火一把是共同富裕计划，大手笔投入真金白银建公租房，搞好农村教育；一把给外来人员居住许可，让重庆走在了全国的前边。这第3把就是震撼全国的唱红打黑，唱革命歌曲，打击腐败和犯罪组织。薄熙来亲自挑了100首红色经典歌曲，在广播和电视台循环播放，只为提升重庆英雄山城的精神。在重庆任期内，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打黑战役上，而王立军就是这一战役的设计师和操盘手。在薄熙来到重庆的次年6月，王立军到任，一来就坐在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王立军在重庆的亮相仪式是相对低调的夏季治安综治行动，虽然阵仗没有东北打黑时那么风风火火但也展现出治警的铁腕作风，至少是先把重庆的警察们搞得是人心惶惶。在2008年8月5日的工作会上，王立军先是发了一顿飙，大骂手下的工作作风有问题。
有人两只脚搭在茶几上呼呼大睡，有人开着电脑带薪摸鱼玩游戏，有人跟他握手的时候，手心里还攥着麻将。针对这些毛病，王立军斩钉截铁的要搞一套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闹者惩的用人机制，还以业务上一票否决，政治上一锤定音的原则，划分出警界的精英层，要求警察贯彻重庆传统的忠义文化。但是在下面的警察看来，王立军随后在重庆开展的打黑，无疑是一场内部洗牌的开端。通过打黑，王立军包装了自己，搞掉了对手。在完成这些铺垫后，王立军即将迎来他在重庆的正式亮相，重磅的那种。2008年8月12日，他责令成立机枪制暴专案组。为了保密这次的行动代号就叫812。812灭枪制暴专项行动围捕战役正式打响，对该地展开了大规模集中清剿和围捕。大家注意，现在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已经都基本上运行到指定目标和地点。在后续的时间里面，请我们指挥员搞好临场决策，适时决定，确保安全，等待大家好消息。余湘黔边界曾经一度枪患猖獗，中国第一悍匪张军就是在这个地带持枪流窜作案。2000年，张军被重庆的第一任打黑局长文强一脚踩在脸上，法外狂徒被捕，一时间大快人心。后来经过中央政法委牵头，3地警方治理，此地的枪患情况大为好转。但是在王立军上任后，声称枪患数量上升了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余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这个摸排的结果不是很理想，王立军直挠头随即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做好伪装，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请制枪技师重操旧业。王立军借机上演了一出瓮中捉鳖的机枪戏码。据南都周刊报道，为了此次行动，一向高调的王立军还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批准，转而以旅游的名义成功拿下一辆专列。万事俱备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一字排开，绵延5-6公里。第二天，1000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1月9日凌晨，王立军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场面之壮观，炸药轰隆隆响，火光映红天际。知道的是王立军整出来的动静，不知道的还以为漫威搁这拍复仇者联盟呢。当时有一个制枪点在溶洞，王导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死活不同意，王立军只得作罢。据知情人士介绍之所以把制枪地点选在溶洞，也是为了让这个冲突更加的戏剧化，让王导的战争戏更加惊心动魄。行动凯旋之后，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围观的一位当地老大爷说，他这辈子就看到过2次解放军进城，一回呢是解放的时候，这第2回就是王立军凯旋。这次行动还上了央视的《法制在线》，开头就是王立军身穿皮衣、黑手套做现场指挥的那画面。王立军这么浮夸的做派其实早在铁法地区就初见端倪了。那时的他就十分注重捯饬行头，戴墨镜、穿衬衣、打领带，配上一件绿色军大衣再搭上小南镇派出所的牌子做背景，这就是王立军早年间的初始皮肤。王立军呢有一张非常出圈的照片，就算对他不咋了解的人可能都在新闻中看过他这张人生照片在铁岭市龙首山上，他身穿迷彩服，手持步话机和防爆枪，眼神坚毅，做指挥战斗状。王立军尤其喜欢大场面。铁岭的警官描述，他在抓捕小偷的时候也会带上几十号人，携带冲锋枪前往，形成震慑效应。在94年侦办虎皮案的现场，王立军跳出他的沙漠风暴车，一个箭步冲到夏利车前，一拳砸碎了车窗玻璃，另一只手举着微型冲锋枪，哒哒哒就打了一梭子弹。车里的走私犯一脸懵束手就擒呗。这些现场之所以能被拍下来，源于王立军多年来的习惯，他总会携带摄像机去抓捕现场，有时也会请当地的媒体记者参与。他十分享受这种作秀的快感，把这一套从东北搬到了重庆。
王导这秀山机枪的大片结束后2009年2月，他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这是此后3年王立军重庆打黑的起点，也是他仕途顺风顺水的时期。09年3月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的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任319专案组总指挥。1周后，他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这个案子在王立军走马任职重庆的3年中并未侦破。案犯周克华是在王立军被免职后的2012年8月才在重庆被击毙。这儿咱们想多插一句，这个周克华呢，就是最近很火的刑侦剧《我是刑警》的案犯原型之一，是当年苏香鱼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公安部 A 级通缉犯。王立军的破案本事和东北时期相比呢，似乎退步了不少，可能是因为他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自我包装和从严治警上。虽然案犯没抓住，但319呢是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警方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部梳理了一遍，还建立了警务信息化，把移动、金融等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了公安。2009年6月3日，一个叫李明航的44岁男人在回家途中被枪击致死。他租住在一个叫爱丁堡的小区里，警方很快就调查出李明航有贩毒前科，曾经还专程到境外学习过制造新型毒品的技术。不仅贩毒，李明航还拿出部分贩毒所获的资金放高利贷。这个新闻一下子冲上了全国热点，让重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治安问题被大家频频关注。明面上，重庆警方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暗地里也给薄熙来的班子构成了挑战。王立军自然是不遗余力，火力全开警方很快就逮捕了几个嫌疑人。根据嫌疑人的口供和周围居民提供的线索，王立军火速逮捕了50多名从事军火走私、贩毒和赌博的嫌疑人。2名主要嫌犯在6个月后被处决。然而这件事儿背后还有更深的水，咱们后面会说经过枪击案这么一闹重庆警方就拉开了打黑大风暴的帷幕。在一次大会上，高调的王立军宣布，我们要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的风暴眼，正是前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现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在王立军来重庆前呢，文强是重庆最出名的打黑英雄。咱们之前出过一期文强的视频，没看过的朋友们可以先去补一下课，咱们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文强和王立军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人年轻时都进入了当地的警局，并迅速在一系列的打黑行动中获得了打黑英雄的称号，成为各自警界中标志性的人物。而且他们都是中年得志。王立军成为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时只有33岁，而文强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时也不过38岁。2008年6月25日，王立军来到重庆，一南一北两大打黑英雄正式碰面。王立军接手了文强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文强在这个位置上干了16年。当天两人在会议现场握了手，文强表态支持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把手中的摊子交给了王立军。1个月后，文强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随后1年，两人在公共场合保持着友好体面的关系，但暗地里双方的轨迹迅速走向了不同的极端。王立军在重庆掀起的警方打黑行动一浪高过一浪，从副局长晋升为局长，并于2009年7月15日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1政委、第1书记，全面接管了重庆警界。而相比之下，曾经作风也很高调的文强却显得相当寂静，很少在媒体上露面，而关于其涉黑被双规的坊间传闻却一直没有中断过。2009年8月7日，文强的故事线被抛向了公众。正在北京开会的他突然被押上了回重庆的飞机，在江北机场落地后，数百名警员包围了飞机，王立军亲自把文强带上警用防暴车。2011年7月7日一早，文强在牢房中被叫醒，他给儿子留下了最后的嘱咐，说爸爸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自己犯了罪，不要仇恨社会，做一个诚实的人，如果别人给你钱，不要接受。当天下午，文强被执行注射死刑，随后亲属来到火葬场，将装着骨灰的塑料袋取走。
坊间盛传，在文强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王立军曾到看守所探望过，两人谈话时长50分钟呢。于是就有阴谋论说，文强给儿子交代的遗言，其实是在王立军的胁迫之下说的。也有人说，文强案就是政治因素，比如某个针对他的指控，说他强奸了一位后来成为了他情人的女人，就是为了让他够上死刑而制造出来的。文强一开始拒绝认罪，王立军便把他的儿子拘留了10个月。在审讯期间，王立军还指使手下对文强刑讯逼供，包括文强最出名的那个鱼塘藏钱的事儿，香港一家报纸就披露，其实是王立军栽赃的。那这些个真实性都无从考证，大家姑且听个热闹啊。不管文强的死是不是一场权谋的斗争，重庆的打黑英雄，如今只有王立军独占鳌头。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打击的是黑社会，但是警察队伍里的坏人比黑社会分子更加腐败，也更加危险。这些话当年是给文强说的，殊不知未来将一一应验在他自个儿身上，真是我勒个超绝宿命感。在铲除文强的同时，王立军还端掉了重庆颇具传奇色彩的黑老大黎强。黎强案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重庆涉黑第1案，也是第一个被抓的头顶红帽的黑老大。这个黎强比起王立军曾经交锋过的任何对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电影《坚如磐石》中于和伟饰演的黑老大黎志田的原型。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大学食堂帮工，到强占重庆1/4客运的重庆车霸，黎强的致富之路充满了野蛮与暴力。90年代初，黎强跟人合伙买了一辆中巴车的经营权，正式进入公交行业。当时重庆的交通运输市场潜力极大，因为这是一座山城路呢都是上坡下坡，特别费体力，市民大都不愿意骑行，更青睐于乘坐公交车出行。当时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重庆客运需求激增，客运和货运生意相对来说都没什么技术难度，很多人都想进来分一杯羹。1996年7月，黎强注册成立重庆余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那时重庆的公交行业秩序混乱，各个承包商为争夺乘客资源和公交线路大打出手。黎强整来了一堆马仔，第一步就是从客运个体户下手，要求他们把车辆和牌照转让给余强公司。如果有人敢反抗，马仔就会痛下打手。这伙人十分嚣张，剃着平头或光头，纹着一看就是黑社会的纹身，戴着大粗链子，张口闭口打死了就打死了，反正20万就解决了，丝毫不把人命当回事儿。除了打个体车主外呢，竞争对手司机也被黎强打了个遍，什么给轮胎放气砸挡风玻璃威胁驾驶员都是他的惯用手段。很多司机都被吓坏了，把车停到解放碑不敢走。靠着这些不正当的手段，黎强的公司迅速壮大，很快就占据了重庆1/4的交通路线。随着社会地位的稳固，黎强更加嚣张，用手中的筹码向政府施压，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比如说黎强曾经擅自开通了一条鱼沙线，就是从鱼洞到沙坪坝的路线。为了让公司违法运营的车辆获得运营资格，他喊他手下的人来到重庆市政府上访，又是打横幅，又是喊口号，最后硬是要到了鱼沙线11辆运营车辆的指标。2006年，动静闹得更大了，黎强的出租车公司跟重庆的长安铃木汽车公司闹矛盾了。他派了100多辆出租车跑到铃木公司，把人家门口围了个里3层外3层，导致附近的公交系统瘫痪了整整5个小时。最后铃木公司无奈只能认栽，满足了黎强的各种要求。也是在这一年，重庆一辆711路公交出了车祸，死了30个人。黎强还就此事接受了记者采访，而有人从车牌上看出了不祥之兆，渝 B 41067，死要一路去。据说此次事故后，重庆再也没有7字头的公交了。当然这属于都市怪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有机会慢慢聊。到了2008年，黎强已是重庆人尽皆知的亿万富翁。通过捐款、盖学校等慈善手段洗白之后呢，就成了重庆市2届人大代表、巴南政协常委、巴南区工商联主席，是个名副其实的红顶黑商。
2008年11月3日，黎强让重庆8000辆出租停摆了2天，直接导致重庆交通几乎瘫痪。这场公然叫板政府的行动，让黎强的猖狂行径暴露无遗，也成为他黑金帝国覆灭的前奏。随着王立军打黑风暴席卷而来，2009年7月14日，黎强被刑拘。在审讯中，他极为嚣张，不断强调他是人大代表，还威胁公安机关：“你们认真调查。”把王立军气得够呛。黎强被抓5天后，王立军开会的时候说，在出租车罢运期间，黎强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一把手叫板，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大家能想象这黑恶势力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吗？头铁的王立军也没给黎强面子，他向市委领导汇报的时候说，黎强如果敢向我叫板，我就会告诉他，我可以将你击毙。最后，黎强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7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0年，处罚金520万。这位黑老大犯的事儿啊，称得上是罄竹难书，涉及他的案卷卷宗呢，就有240多本，创下了重庆审理的记录。话说啊，黎强被抓的第2天，到重庆仅1年的王立军就接替刘光磊兼任武警重庆总队第1政委、第1书记。这个呀，是继秀山机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担任局长之后，王立军在重庆的第3次升迁了。这场号称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扫黑除恶中，王立军还打掉了重庆市江州实业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重庆民营摩托车制造业的大哥级人物龚刚模，万贯财务公司的陈坤志等人。然而啊，随着重庆打黑不断的有真相揭露出来，暴露了更多的问题，民营经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童之伟在这个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就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他的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王立军威慑民营企业家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先给你扣上涉黑的帽子，再没收你的部分甚至全部资产。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了国有企业，又补助了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志明被判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那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立军说，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自由裁量权在王立军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说他说他值1000万，我们只说值200万，签个字儿就可以拿进来。在重庆打黑顺风顺水的王立军曾遇到过一块绊脚石，这就是2009年底的李庄案。要知道李庄是一名律师，怎么会和王立军产生交集的呢？这就要说回前面提到的爱丁堡枪击案了，就是隐藏大毒枭李明航被枪杀于爱丁堡小区的那个事儿。这个案子背后啊，牵扯到了民营企业家龚刚模。龚刚模呢，曾经担任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的总经理，被摩托车行业人士誉为销售奇才。2002年，他涉足夜总会行业，同时发放高利贷，在此期间收获了头号迷弟樊其航。这樊其航啊，对龚刚模这个大哥是忠心耿耿。他手下呢有一群万州帮的杀手，专门负责给龚刚模收债。这业务啊还扩展到了贩卖毒品、开设赌场等等。樊其航自称是杀人生产队队长，曾是特种兵侦察员，当过陆军学院的教官，曾大批量的非法购买枪支弹药，这是个绝对的狠人。仅仅因为口角之争，就2次在公众场合滥杀无辜。枪击案的死者李明航在夜总会结识了龚刚模和樊其航，后来因为琐事和2人结怨，龚刚模啊就默许对李明航实施报复。小弟樊其航呢，找来了3个工具人，枪杀了李明航。有说法称，龚刚模背后的保护伞正是文强。不过在文强案的举证中，龚刚模说他只见过文强一面，不和这样的人搞好关系，人家说你混得不好，吃不开。不过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样的人，觉得他非常讨厌。文强这边呢，则辩称我是后来才知道他龚刚模是黑社会的，
我俩呢算是认识，吃过饭也唱过歌，收过龚刚模给的钱，但是不清楚他为什么给我送钱。不过你说他们黑社会的人都讨厌我，那也算是我的荣幸啊。有点道理啊，有鸡毛道理啊。事后啊，龚刚模的家属找到北京的律师李庄为其辩护，结果人家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辩护的行为，却被王立军视为打黑绊脚石，甚至到了眼中钉肉中刺的程度。李庄在阅卷和会见龚刚模后啊，发现他被刑讯逼供的证据，就计划在法庭上揭露这一事实。没想到情况突变，他的当事人龚刚模在狱中举报了自己的律师李庄，导致李庄被指控诱导其编造证据、伪造证据等罪名。龚刚模为什么会在狱中反咬李庄一口呢？也许是迫于无奈，也许是为了自保。而随着李庄案庭审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打黑基地中的标志地点。龚刚模称自己在铁山坪被吊了8天8夜，甚至大小便失禁。而爱丁堡枪击案的第2被告，已经被执行了死刑的樊其航，在其生前透露的一份视频中称，他不堪折磨，曾2次撞墙自杀，咬下舌尖自残。2010年2月2日，李庄案2审开庭，让人非常意外的是啊，开庭后不久，李庄就当庭承认了作伪证。但是呢，他在庭审中说的总结陈词非常的别扭。记者记下来之后啊，以滚动新闻的方式在网络上发出，结果被机智的网友们很快看出了端倪。什么端倪呢？网友们破译出了他被逼认罪缓刑的藏头诗和出具坚决申诉的藏尾诗。1周后啊，重庆一中院2审宣判，审判长宣布李庄认罪态度较好，从有期徒刑2年半改为1年半。本来这是个好事啊，没想到李庄当场高喊：“甭给我弄这个，还是给我恢复2年半。”之后又大喊：“你们卑鄙流氓，你们说话不算数。”这到底是啥情况呢？原来啊，李庄也受到了王立军等重庆警方和司法方面的压力，并私下妥协，只要认罪就可以判缓刑，当庭释放。但是呢，李庄心有不甘啊，搞了一招诈降啊，在藏头露尾陈词中留下了被逼迫的信息，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法庭耍了一次，判了个1年半。在李庄和重庆的较量中，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只不过孰魔谁道已是模糊难辨了。当年6月11日，李庄刑满出狱，并返回北京的家中。李庄案的爆发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不仅揭示了重庆打黑行动中的一些问题，也促使媒体和公众对重庆的打黑行动产生更多的关注和质疑，成为重庆刑事的分水岭。有意思的是啊，后来李庄在得知王立军欲对自己动手的风声后，从重庆跑到了成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因为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军选择了跟李庄同样的路线，逃离重庆，潜入成都。不过啊，这都是后话了。时间回到2010年2月，也就是李庄被判的那个月末，重庆召开了表彰大会，庆祝打黑除恶阶段斗争取得全面胜利。负责李庄案的王立军的嫡系万州民警熊峰被记1等功，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说，干警为了工作为纪，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构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补了，那也是畏罪不诉。熊峰的上升路径啊，只是过去3年重庆警界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私设监狱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王立军对他们封官加爵，让他们尽情释放人性中的恶。打掉文强后，王立军曾在大会上称，自己要求专案组给犯罪嫌疑人做2个笔录。首先呢，是让他检举警察、党政干部，其次才是他本人的犯罪笔录。通过打黑，王立军初步完成了内部整肃，而他判断下属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的方法呢，也相当荒唐，那就是对自己是否忠诚。凡是对自己不忠的，一律当成反贼打。当初跟王立军一起来到重庆的，还有妻子肖素丽和女儿王迪。肖素丽在重庆市局任交警总队政治处副主任，王迪呢曾经在重庆市局经开分局做民警，后调任商务部。
据知情人士透露啊，肖素丽是不上班、不配车，也没有办公室的。王迪呢，则在任职期间由分局局长唐建华用自己的车接送上下班。在打黑除恶中，唐建华被记1等功，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呢，也非常值得说一下。在文强案中，检方指控文强先后6次收取某位李姓警官近5万元，并让他升职。王立军呢，并没有处理这位李警官，而是把他调到了身边，任命其为某办主任。王立军平常啊，喜欢绑着沙袋，沿着市局15楼局长办公室2侧的小花园跑步。跑完之后，50余岁的李警官匍匐在地，替他解沙袋。这是什么？这就是王立军眼中的忠诚啊！在针对市局高级警官的讲话中，王立军称，如果不听招呼啊，3000块钱我也能逮捕他；而如果能听话的话，20-30万咱们也能过去，还能提拔他。2010年3月，王立军宣布在重庆警界推行机构改革，重庆警方从副科到正处级的干部几乎全部就地免职，3528个岗位重新竞聘。这种大换血的改革方式啊，震惊了全国。在办案中有铁山坪这种打黑基地，而在治警中，王立军建成了对内部整肃的人才再培训中心，内部人称57干校。在这儿啊，被淘汰的干部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认识自己的错误。据统计啊，王立军在重庆短短3年时间内，一共换了51任秘书，最短的呢只干了1天，王立军就让他滚蛋了。干的时间最长的是辛建威，跟了4个月。王立军刚来重庆的时候，2眼一抹黑，哪儿都不认识，吃住基本上都在市局。辛建威每天在市局办公楼里陪着他，1日3餐，端茶倒水，提鞋系带，什么都干。到了晚上就睡在地上候着。有一次啊，王立军有朋友过来，他让辛建威开了2天的房，结果最后一天退房的中午呢，这王立军跟朋友吃饭啊晚了，1点多才回到房间。大家知道，一般酒店要求12点前退房嘛，这门卡就失效了。王立军一看这刷不开门，急了，从6楼下到大厅就大喊：“辛建威，辛建威，呀人呢？”见到人的那一刻，王立军就破口大骂：“你们重庆警察都是残联的，你是不是残联派来的？房间到点了，你不知道续房卡呀？”辛建威呢也很委屈，说：“王局啊，您让我订2天嘛，我就订了2天。”王立军大骂：“你滚蛋，赶紧滚！”辛建威啊就这么滚了。结果呢，不到1个月，王立军把他当作黑社会保护伞给抓了。2010年4月17日，4名自称是重庆市公安局专案组的便衣男子，未出示任何证件，就给他戴上黑头套拉走了。此后啊，在重庆市大竹林的打黑基地碧湖山庄，这位1级警督被铐在铁制的审讯椅上，9天9夜没给睡觉。专案组要求辛建威检举重庆政法系统历届多位领导的违法违纪问题，并要他交代几位领导如何私下密谋排斥王立军。辛建威不从，一度晕死过去，被送往医院抢救。王立军啊，把曾经对付黑老大的招数用在了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身上。在基地，辛建威被打残，他把打死的蚊虫收集起来，在墙上粘成了一个冤字。2011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30天后，由于病情加重，辛建威才被放出来。从打黑基地走出来的时候，辛建威给他的前领导王立军发了一个短信，大意是我出来了。结果1年之后，王立军却进去了。辛建威还说啊，王立军只会看短信，不会回，因为立军教授他不会打字。王立军在公安局的地位稳固之后，遇到不顺意的事儿，便呵斥处罚身边的人。他这处罚呢，不仅是个人，还经常连坐当事人整个单位。比如张口就来那个什么什么处啊，给我减员，减到1半。王立军自比商鞅，相信严刑峻法出成效。在他管理下的重庆警界，写检查是一大奇观啊。犯错的人要主动上纲上线，首先骂自己不是人，其次分析为什么不是人，接下来说明怎样改才能做好人。为了写检查，手下的人苦思冥想，除了要写对账，还得故意把这字儿写得生僻，越生僻越好。如果能写到立军教授认不了的字儿，他就会批示一个过。而手下如果在背地里发牢骚，让王立军知道了，那也是不得了的。
2010年，九龙坡分局谢家湾派出所的6名民警在外聚餐的时候议论王立军，被邻座录音上报，涉事民警全部被处分。此时经过通报，民警们是人人自危啊。私下谈话的时候，把手机电池抠下来，将手机锁进柜子。谈到王立军呢，大家都不敢直呼其名，用代号 W 或者那个教授来表示他。王立军啊，还有一支专门的文宣团队，因为统一穿着蓝色的夹克衫，被称为蓝精灵。这个蓝精灵团队不是比利时漫画里面专门对付格格巫的形象，而是对王立军的丰功伟绩歌功颂德的文宣班子。王立军落马后，据央视网报道，蓝精灵团队20来号人呐，什么摄影、摄像、文字、速记等等，凡是王立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蓝精灵们就要赶紧记下来。对媒体效应的追求已经达到近乎病态的执着。这要是搁到现在啊，应该是属于那种一天恨不得发个10几条视频的自媒体账号吧。因为王立军呢不会用电脑，手下把拍成的视频每天要刻成光盘，供网导自我欣赏。每天拍的照片呢，也是由专人 PS 后，在市局旁边的照相馆洗出6寸照片，由王立军亲自挑选存档入库。每个月啊，工作人员还要给王大帅哥做一本影集。王大帅哥最喜欢对着相机展示他的黄金左脸，说侧面啊会让轮廓的线条更加分明。您看看，这还是个偶像派呢。有一次啊，在中层干部会议上，王立军的话筒没声音了，旁边的副局长赶紧将自己的话筒递过去了。结果王立军愤怒地对着全会场的人发飙：设备花了这么多钱，居然是坏的，这其中有腐败，肯定有人吃回扣，现场下令给我查。此后啊，话筒恐惧症便一直困扰着下属们。王立军的随行团队中也专门增加了1名音响设备调试人员。在筹备一次会议的时候啊，站在2楼的音响师发现，主席台上的王立军嘴巴明明在动，但这话筒却没声音，吓得魂不附体，当时啊跳楼的心都有了。事后发现呀，当时呢王立军正和身边的人交流呢，并没有对着话筒啊，话筒没坏，虚惊一场。在王立军时期，公安独大，他甚至能够决定审判结果，要谁死谁就得死。即便是重庆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对王立军也颇为忌惮，配合地向他承诺：立军啊，你们什么时候要我开会，我就什么时候开。在重庆打黑的3年，王立军筹办了重庆打黑展，凡是来视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一时间啊，上午听书记市长介绍5个重庆，下午呢到市局看打黑展，晚上去大会堂唱红歌，成为重庆一日游的必备3部曲。在红歌嘹亮的旋律中，2011年王立军的官运如日中天。1月，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5月就被任命为重庆市副市长。而与此同时呢，重庆的警察们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王立军到来的第1年，被处理的民警900多人；第2年2900多人；第3年1800多人。这些民警中，有的被行政撤职、降职、劳教、双规，有的呀被判刑。而在王立军倒台后，有900名不同程度被错误处理的重庆警察获得了平反。不过，也有重庆网友说，那几年重庆的治安呢，的确好了很多，出警速度让人安心，夜晚走在街头心里也踏实。而曾经的锦州人民也评价，还没来得及干坏事呢，这警察就能先到。律师李庄出来之后向媒体讲述，薄熙来、王立军当初为了造势，请了很多著名人士去重庆为他们摇旗呐喊，去的人啊都得参观他们那个打黑成功展。而这展厅门口第1张大照片就是他李庄，谁来参观，王立军就指着李庄的照片给人家介绍，看看啊，这就是中国最黑律师。李庄还说，王导那秀山机枪啊，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摆拍闹剧。他把秀山包围起来，把央视也骗过来，架好摄像机，穿着黑皮大衣，手拿对讲机，喂，准备好了吧 ？Action！ 那警察就天降神兵，嫌犯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其实哪有什么地下兵工厂啊，就几个农民弄2把锉刀和老虎钳。枪支不够怎么办呢？就把各个分局10多年前收缴的几千个锈迹斑斑的枪拉过来，摆好，架好摄像机，开拍呗。哎，都过来看看啊，地下兵工厂啊，造了这么多枪啊。
王立军还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到，他负伤20多次，有9个战友在他怀里牺牲，亲手将800多名犯罪分子送上刑场，黑社会出价500万买他的人头，甚至还有传言说他的妻女被黑帮分子奸杀，并把录像带寄给了他。悲情英雄，大难不死，与兄弟们生死与共等元素，让王立军充满了传奇色彩。而他的表演型人格，加上部分媒体如过江之鲫般的吹捧，让他的形象更加的神鬼莫测。在重庆打黑风暴告一段落的2010年和2011年，王立军的形象达到了顶峰。可以说辽宁时期的王立军利用媒体的自我包装还稍显稚嫩，无论是把自己塑造成孤胆英雄，或是持枪跃马的小马哥形象，本就容易成为猎奇的焦点。而到了后期他在镁光灯下脱帽半低头，沉静而谦逊，儒雅的斯文气已在慢慢的覆盖早前打打杀杀的气息了。如果说2009年底的李庄案是重庆刑事的分水岭，那么2011年底的尼尔海伍德案则成为王立军命运的转折点。因为这个案子，王立军和曾经力挺他的薄熙来陷入僵局，两人的政治生涯也走向了死局。被免去警权4天之后，王立军出走成都美领馆，上演了一出惊世骇俗的戏码，把自己的高调推向了终极一幕。在结束文强时代后，王立军又以爆炸性的方式亲手书写了自己的末路篇章。一桩悄然酝酿的谋杀案，如何引发王立军的末路大逃亡，又为何让重庆的形势急转直下？下一期王立军的夺命游戏第3集，也是最后一集，大溃败，咱们不见不散。